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？他们和所有人都不亲近，父母不爱他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也都不疼他，看似有很多亲戚，却无一人对他眷顾。可能这人就是你自己。一般人会认为亲缘疏远是无福，其实这才是最有福报的人。一个人自出生以来，免不了与各式各样的人来往，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有深浅，而六亲之间的关系更是令人头疼。正所谓七属以六为法，人有六亲。所谓六亲，即自己的父亲母亲、哥哥弟弟、妻子儿女。后来通过时代的演变和发展，六亲则泛指和自己有关的亲属，而六亲缘浅则表示自己和亲戚们的关系比较浅。有另外一种说法，指的是亲戚们都已经离世了。然而从风水玄学上来讲，六亲缘浅本就指和亲戚的缘分很浅，平时不曾来往或者关系不亲近，根本就没有亲戚们离世的含义。在命理学中，这种说法还可能与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有关，可能意味着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会感到无助或孤独。所以一个六亲缘浅的人在世俗人的眼中是可怜的。那么六亲缘浅之人到底是有福之人还是无福之人呢？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他们这一世又该如何走完呢？接下来我老头子就与你探讨这个话题。六亲缘浅并非无福，反而他们是最有福报的。如果你总想一个人待着，不想和任何人打交道，年轻时历经磨难，婚姻坎坷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缘浅之人。但大多数人都把这种情况都定义为了不好，都在抱怨命运的不公，但恰恰缘浅之人才是福德深厚之人。第一，这类人往往人品都不会差，因为他们懂得不向外求，不依赖他人，不是不劳而获，贪小便宜的人格。第二，你当下经历的苦难和挫折都是有原因的，如果事事都安排好，事事如意，那同样就失去了成长的机会。第三，这类人的内心本自具足，内在的心灵什么都有，只要他们愿意与外界产生链接，就会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但大多数人都是心外逐物，靠他人，那这样做的后果只是会越来越迷茫。因为很多时候你依靠的那个人可能也是个盲人，结果也就是以盲导盲。六亲缘浅只是你的经历，同时也是你的一把利剑。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六亲缘浅的人，他们平时不回去和他人来往，别说是朋友、同学之间，就算是父母、兄弟姐妹也不会有过多的接触。习惯了一个人独来独往，往往都养成了冷淡孤僻的性格。他们不爱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更是讨厌在人际社会中不断周旋，不会主动去了解别人，关心别人，更不愿意去将别人放在自己心里。与自私自利不同的是，他们这种心理现象更像是排斥一切的人事物。当有人向他们求助的时候，自私的人会考虑到对自己利益的影响，而他们则可能会尽力去帮助别人。
属于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那种心态。他们自己和亲戚之间通常不会互相帮扶，既没有相亲相爱的和谐关系，也不形成互相之间反目成仇的困扰。在亲戚和家人之间，本应是互帮互助的热情关系，结果却犹如陌生人一样不管不问。这种人非常享受这种孤独寂寞的感觉，却又偷偷羡慕着别人家的温馨和睦。平时总是对家里的亲朋好友表现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，其实这些亲人都是他们上辈子的冤亲债主，上一世造就的孽缘，使得这些人今生所有的因缘际会都会交织在一起。他们和亲人之间的关系会不断变得冷漠，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激烈的争吵，乃至大打出手。所以他们和亲人的关系就不像别人家那么和谐，跟父母子女之间的情感交织也就越少，来而不往，往而不亲。这样的人六亲缘浅，那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六亲缘浅的人一般都经常独处在自己的小世界中，疯狂内耗。因为经常一个人待着，所以老爱胡思乱想。他们的思维五花八门，谁也猜不透。生活的智慧也藏在他们的思想中，因此任何事物的本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。虽然他们交际圈很小，但是对于世界的认知和理解都很深入。有的人认为他们平时不与人交往是具有内向、自闭的性格导致的，实则不然。自闭内向的人一般都害怕和他人交流，但六亲缘浅的人只是认为和别人交流没什么必要。他们感觉生活中充满了没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你主动去接触他们，你就会发现，在待人接物时他们一般都很有礼貌，只不过是尘封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不愿意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罢了。若是他们在与人交谈时，你会发现他们很有自己的想法，经常能说出一般人发现不了的想法。他们一般不会很早的结婚，有的甚至一辈子孑然一身，还有甚至者会踏出家门，出家为僧道。他们更不愿意别人踏进自己的世界，所以想要与他们相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主动一些与他们建立关系，寻找一些合适的话题跟他们交流，尝试打开他们内心的世界，感悟他们身体内的能量，将自己和他们的灵魂发生共振，从而与他们产生思想上的联系。而若是作为一个六亲缘浅的人，则应该试着接受那些想接触你的人，不要总是排斥他们的好意。面对生活时要抱着积极乐观的心态，即使周围的亲人与你不再亲近，那么也不要更加疏远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试着和家人谈心，多关照一下他人的生活。作为六亲缘浅的人，你会比其他人更加孤独寂寞，也需要穷尽一生来修持自己的福报。若是过多的将心思放在情感交际上，那么这一生的福缘就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所以还是要积极的面对生活，迟早有一天你会收获巨大的能量与福报。六亲缘浅的人与亲人们间的接触很少，他们无依无靠，总是一个人生活。这种孤苦伶仃之感总是让他们以为他们的命里薄
薄弱，一生无法获得很多福报。实则不然，6亲缘浅的人恰恰是非常有福报的，他们身怀的能量非常高，所以在与人交往上和一般人不一样。他们不合群也是由于这个原因。这种状态往往意味着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更多的依赖自我，而非家庭的支持。即便他们为家人付出良多，也往往难以得到相应的认可和理解，甚至可能遭受误解和排挤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6亲缘浅之人亦可被视为天选之人。他们之所以今生与家人缘分浅薄，或许是因为前世里的无亏欠。在道家观念里，万物有灵，一切归于自然，每个人的出生并不是偶然。一个灵魂选择进入这个世界，就是为了学习和成长。6亲缘浅的人缺乏来自亲情的牵绊，实际上给了自己更多自觉追求精神成长和自我实现的空间。这在佛教中同样有所体现，不受外缘的牵扰，能更专注于内心的修炼和自我提升。这样的状态虽然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倍感孤独，缺乏陪伴和支持，但同时也是一种修行和磨砺。正如古人所言，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心不苦则智慧不开。灵妖身不苦则福禄不厚，这类人虽然孤独，但命中注定会有贵人相助。只要他们能够坚持努力，积极寻求机遇，便有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。而他们的婚姻往往会在事业有成之后迎来转机，更容易遇到良缘。因此对于6亲缘浅之人来说，放宽心态，相信自己的福报，是走向成功和幸福的关键。此外，我们还应认识到，6亲缘浅并非全然不幸，相反，它可能是一种福报。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言，有福报之人即为6亲缘浅者。这些人因为终身仁善，不欠人情，所以即便面临家庭冷漠和疏离，也能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坚定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抗世界的无情，用冷漠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最后，我们要明白，6亲缘浅其实是上天在为我们清除路障，摆脱骨肉恩怨的一种方式。它让我们更加独立，坚强地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。因此，我们不应因此而感到沮丧或绝望，而应将其视为一种机遇和福报，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在人生的长河中，有一种力量需要我们倾尽一生的努力去化解，那便是与亲人之间的浅薄缘分。有道是6亲缘浅本是福，修的就是两不欠。6亲缘浅之人和他们的本是亲戚在上一世本互结逆缘，致使这一世才有了亲人的关系。故有言道，若是前世不相欠，今生怎么会相见？今生是他们的最后一世。为了了结他们和亲人之间的恩怨，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内心藏匿起来。能够修的福报越多的人，便会与亲人的缘分越少。在今生若是修的功德圆满，
那么他们与亲人之间的孽缘也会就此了结。在佛教中有亲情障、爱情障、名利障等种种障碍，若不能破除这些障碍，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解脱。心中无所挂碍的人才会成就大道。当一个人的锐气磨平，锋芒不露，那么他的灵魂就会受到光明的洗涤，从大地中来，继而回归到大地中去。所以当一个人是六亲缘浅的，那么这一生不要再执着于七情六欲，将重心放在提升自己的事情上，可以去其他的地方转一转，将自己本来在周围表现出来缺憾，通过陌生环境得到意想不到的发挥。也可以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摒弃自己反映在感情上的心思，将身心投身在事业发展上，从而能够使自己的道德、品行和生活质量得到提升。还可以深入内求，了解自我，多关心自己的所需所求，不要在意他人的意见和想法，尝试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缺陷，继而通过平和的心态去温养和弥补，使自己的内心能够越来越平静，使自己的能量能够越来越充盈。生来孤独的人，不必勉强自己去寻找寄托，试着接受它，接受命运齿轮的转动，会消除修行路上的业障，达到精神上的升华和修行上的磨练。生来不悔，去而不憾，这才是六亲缘浅之人一生最大的收获。02心不苦，则智慧不开。首先，那些偏爱独处之人，往往不依赖他人。在你还在寻求外界支持与庇护之时，他们已能凭借自己的力量立足。一旦遭受委屈，他们会迅速反击，绝不容忍自己受损。其次，独行之人内心富足，灵魂高尚，无论遭遇何种挫折、打击或委屈，他们总能自我化解，而你却往往陷入抱怨与愤怒之中。若你伤害了他们，他们必会予以反击，让你深刻反思。再者，那些独来独往者，必定是觉醒之人，他们能让万物为己所用，因自身优秀而吸引贵人相助。一旦你伤害了他们，便是得罪了一位贵人，错失了一个机会。六亲缘浅之人，往往福报深厚，他们虽在孤独中成长，缺乏亲情与友情，但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他们清醒、独立的性格。他们深知无人可依赖，因此不会对他人抱有过高期望。许多人认为这样的出身不幸，实则不然。六亲缘浅之人悟性极高，见解独到，天生傲骨，自命不凡。他们不会随波逐流，能迅速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。因此，不要因为与众不同而自卑，你或许正是那最具天赋之人，如同神奇降临凡间历劫。总之，这些非凡之人虽出身平凡，但内心强大，灵魂高贵，切勿因轻视而得罪他们，否则必将自食恶果。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那些独来独往、
似乎与六亲缘分浅薄的人，实则是难得的天选之子。他们并非孤立无援，而是选择了与众不同的生活轨迹，以独特的方式与世界互动。这类人往往具备独立思考和自主行动的能力，他们不依赖他人的认可或支持，而是凭借内心的信念和力量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他们可能看起来孤独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力量和智慧。这种六亲缘浅的状态，实际上是一种难得的天赋，它使得这些人能够超越世俗的束缚和限制，以更加清晰和客观的眼光看待世界。他们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，能够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尊重并欣赏这些独来独往的六亲缘浅之人。他们或许不是最受欢迎的，但一定是最独特、最有魅力的存在。他们的存在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世界，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人生选择。而对于六亲缘浅的人，可以尝试以下方法，走出人生困境。第一，尝试去外地发展。四柱中的六亲也代表出生的。六亲缘浅的人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你的出生地是不旺你的，特别是财运方面，发展的机会比较少，做事业也会阻碍大于顺利。与其在熟悉的环境中放大自己的缺点，不如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发挥自己的优势。第二，把精力多放在事业上。六亲缘浅的人其实不适合把过多的人生精力还有期待放在家庭关系、婚姻感情上，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短板，非常难修。人生匆匆，稍纵即逝，不如去专心做事业，把对家庭、婚姻的执着与顽固用在做一件事业上，反而能帮助取得很好的成就，从而获得别人更多的包容与爱护。这样一来，人生也更容易感受到幸福。第三，利用情感养育去弥补心中的缺口。六亲缘浅的人成长环境本就不顺，父母不爱，家庭不健全，长期在负面情绪中长大，生活已经够难的了，就不要再自己为难自己，多向内求，多关注自己想要什么，自己喜欢什么，不要怕别人说你自私，可以试着去挖掘自己内心缺失的部分，然后慢慢去治愈。哪怕是养只小猫小狗都好，或者多跟爱自己的人相处，感受被爱和被需要的感觉，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内心越来越平静，越来越充满力量。如果你也是六亲缘浅之人，请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既然是六亲缘浅之人，那就接受孤独，随顺孤独，享受孤独。六亲缘浅的人注定没有亲人缘，从小就缺少关爱呵护，从来都只能单打独斗，只能靠一己之力来对抗人生。六亲对自己不但没有帮助，反而会消耗你，拖累你，透支你。而且六亲缘浅之人切不可把过多的人生精力放在婚姻感情上，这注定是你人生的短板，几乎无法改变。人生百年转瞬即逝，把性格里不服输的那股执着劲儿
放在对事业的努力上，如此既避免了情感中的矛盾消耗，也容易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功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尊重缘分，善待自己。愿你修好自己的心，学着接受遗憾，珍惜当下，终将迎来大福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